你好，欢迎收看《新闻面对面》，我是谢仲。来，一开始为你介绍今天要请到的特别来宾，左边第一位，民进党发言人吴峥。吴哥好，大家好。资深媒体人理工男黄创夏，大家好。接下来为你邀请到资深媒体人陈敏凤，大家好。右边为你邀请到立法委员岳仁之，大家好。桃园市议员备少将于北辰将军，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康仁俊，大家好。好，那在这再一次提醒所有的观众朋友，因为虽然说杨柳台风在4点左右已经从台湾出海，但是呢还是很多地方有风有雨，尤其在晚上这个时间的，如果可以不出门就尽量不要出门，好不好？因为怕还是会有一些风雨相关的一些影响。当然，防台所有的一些千万不要松懈。除了这个以外，那当然在国内政坛来讲的话，你会关心到很多国内政坛，包括你还记得823有一个大罢免吗？823还有一个罢免，然后同时会有一个公投。最近一直在往下进行的是公投正反方，因为各有无主，正反方之间所有公投医生的辩论。当然，这个辩论大家目光焦点会摆在哪？当然还是会摆在民众党主席黄国昌征召。那这次整个过程，包括蓝白之间透过蓝白合。以后真的能够无往不利吗？对民进党来讲的话，要怎么样清？不管是最近所出现的所有一些的战场，那在未来，因为2026、2028对国人来讲的话，那都是政坛接下来要面临到的一些的选战。那这些对民进党来讲要怎么样去应？好，我们先回到刚刚讲，那对黄昌来讲的话，一次726是把整个民众党带到了一个高峰吗？而现在看起来的话，除了说要选新北以外，但现在看起来，来创下第一个，这次的辩论，因为黄昌面对的是一个反核少女，在这过程你自己看那个所有一些的过程，你觉得在这里面的机锋会是怎么样？基本上呢，如果这个时候，欧美有个国际媒体新派了一个台湾特派员来到台湾，看到今天的辩论，看到台湾最近的新闻，然后这1个礼拜、2个礼拜、3个礼拜，国际媒体我因为有时候我跟他们还有点认识，都会先爬书台湾的新闻，他们会得出一个新的结论，什么？726一直到2026，台湾在野党实质的主导领袖叫做黄国昌。哦，会得出像这样的一个效益？是啊，因为今天呢，当然我们知道有核3公投嘛，然后当时民众党出来的主席出来讲话了嘛，对不对？但是他找到了童子贤，那个时候是压轴戏，然后再过来之后，你看黄国昌在今天的辩论里面，我是坦白讲，30几年。我对于核能的问题，我认为它已经超乎了科学的层次。所以呢，以我学科学来讲，我听了以后，双方他已经快到政治信仰的问题了。哲学，因为我们现在是，我们现在是喜欢讨论哲学之家，对不对？哲学，对不对？那我不想去针对他们的机锋，因为他们两方的讲法，我都可以有很多我所学的训练里面不以为然的事情。好，那不管。但是黄国昌看已经变成反民进党在野方最大的炮手。民进党政府最恶劣的是拿用过的核疗棒放谁家来恐吓人民，然后当然那很多永和的那个反核的或者是民进党就会讲说，黄国昌你又变了。坦白讲，这么多年以来，黄国昌始终如一才是新闻。对不对？今日之黄国昌，不惜以昨日之黄国昌战。那个是常态，所以他们就拿出来说：“你当年不是讲说没有人希望核废料放在自己家里吗？”2008年那次的公投，对，他是反核的代表，然后现在就不一样了嘛。经过了10几年，时空环境转变，黄国昌的字典里面从来没有一路走来始终如一。可是为什么会说他这么重要呢？因为他今天对上的是谁？不是这个反核少女。他对上的，我看新闻的时候，国际媒体一看新闻，总统在民进党中常会针对核3公投，也重新的强调2个必须，3个原则。所以国际媒体拿着这个一对比的时候，这是黄国昌跟赖清德在隔空对话。所以你看到，这其实台湾现在面对的最重要的，因为选举总是投票嘛，公投总是重要的公众议题，对话者。国民党就没了啦。现在卢秀燕和朱立伦到底要不要选，都还没人知道。国民党谁领导的根本没人 care。然后国民党就已经没了，就是黄国昌。然后黄国昌再过来呢，他要选新北市，直接先放话，直接先对呛。2026谁主导？黄国昌主导。然后主导对后，今天有独家新闻说卢秀燕可能不选党主席了，让李乾隆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还是他在主导，又过来我的同学齐凯，对不对？我们2个同学也可能去彰化，也许可能去嘉义市。他其实
一切2026国民党他到底要怎么面对？你说喊牌现在都是他在喊，都是他在喊，都在布局。然后将来的议员都是他在，然后最近的那个国情调查，对不对？他的政党好感度还高过民进党和国民党。大家看到这资料，所以黄国昌在726之后，不断的到处掌握主导权，所以他只是726之后，他已经在开始布局2026了。然后他真的要选新北市，原知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呢？原知呢要怎么办呢？因为你欠他一份情啊，他有帮你啊。洪孟凯呢？也有欠他一份情啊。这下一题我等一下会讲。所以其实现在你会看到整个政治局，那这个情势，那当然国民党就不用讲了，国民党那个乱成一团已经是讲了几十年的事情了。那民进党呢，党主席那个寻找威廉寻人启事，很多民进党的人都在找。他今天中常会中有出来，可是目前看到726之后的这么多局势，包含党内互打免费。这样的一个状况，包含一个关税的一个叠加的一个说明，什么很多顺序，所以大家会看到，现在726之后，在野势力不断的士气高昂，而那个拿着指挥棒指挥往前冲的叫做黄国昌。OK， 现在看起来的话，52席的国民党跟8席的民众党，如果照刚创下讲的话，这最近这一整波的下来，黄国昌俨然已经变成所谓的在野的共主了吗？然后尤其是直接针对民进党或是打绿的第一大将嘛？我觉得你们自己怎么看黄国昌这一阵子过来？如果照刚创下讲的，国际媒体如果不是这么知道国内的政治，那会不会真的觉得黄国昌已经是要升为所谓的在野共主？因为他言必称赖清德，然后讲的都是像这样些好，尤其是在这次讲说在河山研议的公投这件事情上，因为你是民进党发言人，然后原之是国民党的立委，是这件事情上面，包括反核少女跟黄国昌之间这样一些论证，你们的阵营看法会怎么样？我先从黄国昌开始回应。最近有一部电影很红，叫 F1 这个我也有去看。那黄国昌给人的感觉就是以前我们讲说政治人物转弯会说发夹弯嘛，那黄国昌现在给人感觉已经是政坛车神了，因为从来没有人看过说哇，一个政治人物转弯转的是角度之大这么剧烈，而且时间这么短啊，速度这么快。所以他现在真让人觉得说他这个他反而是机械猫小叮当，有那个时空之门，对吧？因为我有看黄国昌今天在辩论会上面的一些公点，包含刚刚创哥提到的，他说民进党居然拿核废料放哪来恐吓人民，可是大家都找出来了啊！黄国昌，你2018的时候就讲说，难道有人会希望把核废料放在自己家里吗？对不对？所以。黄国昌，你在质疑你自己过去的自己啊，或者说你现在的论点是被你过去2018黄国昌攻破。那再来，黄国昌今天他另外整个花了很多的时间，他要营造对民进党仇恨值嘛，所以他一直在讲民进党错误的能源政策害惨台湾、害惨人民，民进党错误的能源政策。可是，我其实对黄国昌是很多记忆犹新啊，例如说这个是2017年的备核游行啊，这个黄国昌人在这里。这个小弟我就在这里我就跟他走在旁边。所以当年的备核游行，黄国昌走在街上，他是时代力量的党主席嘛。当年他的诉求是什么？他的诉求说要求蔡政府实践非核家园承诺，2025年达到非核家园目标。黄国昌2017年对这个蔡英文政府喊话。他已经是立委了，他是在野党主席哦。那今年2025年嘛，我们现在确实是非核家园嘛，因为核三也停议了嘛，对不对？那所以呢，你黄国昌2017年说蔡英文，你干2025落实非核家园，好，2025非核家园。然后黄国昌现在说，民进党整个能源政策通通错了。那他到底错？黄国昌，你要不要先为你自己错误的能源政策主张道歉？所以黄国昌，那你现在要不要跟新北市民报告，你认为未来核1、核2，因为核1、核2燃料棒现在都还放冷却池，还没有拿出来，是不是最后就也是定址就在新北市干式储存，到最后最终处置？那包含我刚刚讲的，我们当年上街头，这个黄国昌当时说，请还给请还给人民美丽的东北角海岸，因为当时还有一个被核四的诉求嘛。所以那黄国昌既然现在要去转向说，变成全面的永和，那他可能也要跟东北角金山万里的这个乡亲来报告啊。那为什么他要把东北角美丽的海岸没收了呢？所以这是一个他转折要面对啊。那我最后也报告民进党关于我们这个核三研议这一题啊，因为其实今天赖清德主席也在我们中常会有正式的去做一个定调跟宣示，就是我们态度很简单，就是说核能安全是一个科学的问题，它不是一个政治的问题。所以今天赖清德说这不应该让公投来解决，什么意思？
因为这次公投的主文是在讲说，如果安全检查无虞，那来启动核三嘛。那这个部分其实包含主席前面讲了2个必要，然后3个这个原则等等等等，其实就在讲说，核安会现在已经在执行，因为我们过去都是40年满就到，从来没有40年要延到60年。OK， 核安会已经在订定关于说核管法执法的修正，要怎么样去订定一个安全检查机制。那今天赖清德总统他也讲得非常直接了，就是说这个法定完以后，台电就会依照这个执法进行安全研议的审查。那这审查不是随便审，包含你要去国外请这个原厂跟国外厂商合作，可能需要这个2到3年时间，然后金额也会可能要上看几百亿台币。但是总统已经宣示台电会做这个事情了，所以你就让，既然无论最后能不能研议都要看安全检查过不过，你就让台电现在先专心做好检查这个事情，那你不要一开始就扣他一个很大的政治压力，说未来我们就一定要商转。那你这样的话，其实会让这个后端的决策去影响到前方检查嘛？因为我们在所有风控这种风险管理上面都知道，我们说你做安全必须的程序，跟你后端的决策这2件事要分开嘛。严不严议是决策，安全检查是现在要做的事情，所以先做完安全检查，我们后面一样在野党大家可以充分来讨论说核三是不是研议啊？所以让安全问题回归到科学处理，好，让政治留给科学一些空间。一样在野党大家可以充分来讨论说核三是不是研议啊？所以让安全问题回归到科学处理，好，让政治留给科学一些空间。OK， 渊之，对你们来讲，52席的国民党，8席的民众党，那为什么我们大家花这么多时间在讨论民众党党主席，然后同时也在讨论说他要不要选新北市长这些，真的会变成？因为黄国昌在这一波来讲的话，对了，刚才创下来讲说，那国民党是不是很多这一波24、726守下来的都欠黄国昌一份情？然后而黄国昌他用字遣词，包括直接在镜头前面直冲赖清德总统，所有这些，那让他现在已经站到了那样的一个高度，是这个样子吗？我先讲那个核三这个议题，本来国民党的态度就是支持核电嘛，对，然后所以民众党他提说核三研议，我们也支持嘛，因为大家就最想解决就是缺电的问题啊，还有错误的能源配比啊，这个大家的各自的立场都非常清楚啦。那吴振刚的讲法是说，总统已经讲了嘛，这个安全检查要做嘛，对不对？好，但问题是，好，安全检查过了之后，如果核三是安全的话，那政府会让核三研议吗？看起来是不会啊。所以这个公投有意义的地方就在这边呢。它的前提是说，如果安全无虞的话，希望它能够研议嘛。所以最后的结果就是告诉政府说，其实最后台湾老百姓是决定核三要研议或不决议，这是一个民意的展现嘛。所以我觉得，当然这个公投本身是有意义的啊。那接下来大家就可以各自立场陈述啊。你认为不应该研议的立场是什么？我们认为应该研议的立场是什么？这个就是大家各自表达，然后最后由民众做出一个判断嘛。不能说啊，这个公投就是没有意义。我觉得这样子也不 OK 啦。然后再来就是黄国昌讲说，那个不要用那个核废料放谁家。对，我跟你讲，真的不要，因为我常常在网络上就被网友这样子呛，因为你知道，不然那核废料放你家什么什么的，甚至有人造谣说我说过核废料可以放我家或板桥，我什么时候说过这句话？我什么时候说过这句话？就到现在都还是在造谣。唯一一次比较接近的说法是，有一次我去一个节目然后那一天大家在讨论，因为郭台铭有提出一些。那是很多年前的事了。他提出一个概念，就是小型的核子反应的那个发电厂嘛。然后，反正我旁边那个人他就是不赞成，他说不然那个小型核电厂盖在你们板桥。我说好啊，可以。如果可以的话，这其实我的意思是不可以嘛，因为板桥是人口稠密区，怎么可能盖在我们那边？但我为什么这样回？是因为我真的很不能接受，每次大家要就事论事讨论一个议题的时候。总是喜欢用情勒的不然盖你家，核废料放你家如果我用这种态度来讨论事情的话，那以后谁支持光电，那我就说用过的光电板放你家不然就是谁支持天然气，我说那你讲了这么久，还在回避黄国昌选新北市。不是，我先讲这个核电的问题，我是觉得真的。就事论事，这就是一个理性的议题嘛，那本来就是可以讨论，不要用意识形态什么放你家，这我觉得这个很幼稚啊，对。然后再来这个，就回到这个创浩哥讲的黄国昌宣布选新北市长，我的态度一点都不用回避我是从2028大局观来看这个事情。2028就说，其实我觉得重点就是要取得执政权嘛，就那
几个月前就知道总统选赢嘛，其他都是假的啦。那2028总统要选赢，蓝白就一定要合啊，这是2024的这个经验就是这样嘛，蓝白没有合，就是民进党4成就会选上嘛。2028当然就是要合啊。那蓝白要合的情况之下，你去看2026，那就是合的前哨战啊。所以2026蓝白也是要合啊。那怎么个合法呢？现在黄国昌不是已经宣布选新北市长吗？然后他说他要成为最强的选项，我乐观其成，他越强越好。那我们国民党这边，我们也整合出一个强的人嘛。目前看起来，国民党就是李四川跟刘荷兰比较有可能会去参选新北市长，他们两个先整合嘛。整合他们两个也想办法让自己变强，然后两个整合就强上加强，然后再去跟黄国昌整合，就强上加强再强，然后共推一组人嘛，去跟民进党。那请问一下，如果我随便举例，如果是李四川出现跟黄国昌要去选一个，这个过程当中，在进行这样的一个选战过程，然后各自一定希望把自己的声势拉到最高嘛。然后如果要是李四川讲呢，所有国民党的立委站在我后面挺我，告诉国民党的人，我们才是最好的选择，你站不站？我站了。那黄国昌讲说，我当初帮你那个726这一仗，岳元之麻烦一下，挺一下，挺不挺？没有，这到时候看党的立场嘛。因为我们是国民党的，我们当然优先是支持我们国民党的事。但是我也觉得两边要有一个机制，而不是说国民党一定要去。那你们的机制是要让3%还让6%？没有，这次就是都不要让。对，就是因为我跟之前是因为没有信任基础。所以大家在猜，你猜忌我猜忌你，然后你让我让你，然后大家斤斤计较。现在有信任基础了。你现在的2028大局观，你从2028来看2026，那都是小枝小节。OK， 小枝小节。重点是2028蓝白合。那所以黄国昌他也现在也没有说要参选到底嘛，他说他也是说大家来整合啊。然后而且我觉得蓝营的人也不要用那一种很算计的角度去谈这个事，什么黄国昌就是要退役进士啊。然后用这他选的也是选假的，重点要换别的，我觉得不要这样子。理论上就是全台湾对不对？比如说新北民众党黄国昌有兴趣啊，国民党这边有人啊，我们来整合，一个机制，公平机制，谁输就支持对方，不要再啰嗦。我们绝对不要输不起，不要跟民进党一样，然后输了就搞罢免。然后其他区宜兰，好，比如说宜兰，我们这边假设吴宗宪，然后他们有陈婉慧，两个也来比嘛。然后从张启凯嘉义，我们这边。谁？我现在不知道是谁了哈，来比嘛，就是用这种方式，哪一区大家就用这种整合的方式，不要说什么什么用谈的啊，不然这样子啊，你喊一下，你5席还是6席，我觉得不是这样，不是。可是刚刚讲到，同时为什么黄国昌会变成最近媒体上的一个宠儿？因为包括他带着民主党跟国民党在726这一役，包括创下刚才对了。创下说，如果国外的媒体不清楚的话，搞不好以为这个是蔡英党的共主在所有这些。可是讲到蓝白合在未来这个选举里面，袁志刚讲得非常清楚，只要2028摆在那个地方，所有一切都是小事，所有一切大家都可以去某种程度的，不管是用刚刚讲协调的方式、民调的方式去选出这个。但是这一段，蓝敏凤，请问一下，你这句话什么意思？国民党不是失智啊，他们连议员都不愿意让。你怎么会让新北市长一开口就新北、彰化、嘉义、宜兰？你觉得国民党会让哪一个？所以你觉得这些局根本国民党一个都不会让？可是袁志刚讲，2028摆在前面，所有事大家都可以讨论啊。那个是国民党自己的说法啊，对不对？我是说国民党虽然很乱很烂，但是呢还不至于失智嘛。那你现在因为还有823在啊，所以他们讲话都很客气。除了有一个人叫陈学圣。讲话的讲得很直白以外，其他都客客气气的。我们在协商或怎样嘛？学生没有欠黄国昌对，那我们就看823之后，国民党的讲法会不会变脸？你觉得823只要过了823以后，那7席也保住了，时光就不一样了。我觉得那个时光就已经会有一点逆转呐。当然，它的转变当然不会说一下就翻脸，那像那个四川变脸一样，一下翻一下翻。但是呢，它终究会跟原来的脸谱会是不一样的嘛，因为这个东西很实际嘛，就是说，你看你问很多的市议员我曾经跟什么张维元也同过台啊，还有吕家凯什么的都同过台，问他们说这个市议员的这个分配额度到底要不要让？他们说怎么我们还是要这个以自己的党部的这个成员为主嘛，还要支持党部。那你连一个议员都不让了，那你何况是新北市市长？他一开口就要3个就要新北市跟宜兰县跟这个所谓的嘉义市。
那国民党有一起，如果国民党说啊，嘉义县就在嘉义市隔壁嘛，那你嘉义市的人可不可以去嘉义县去？对啊。因为嘉义县可能国民党比较难选啊，然后可以来选嘉义市，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啊，当然黄国昌就要看黄国昌的目的。如果说你在这个2026呢，你可以满足他议员的部分，他只是想要在4+2，所以就是台北市的，他们现有的4席之外有6个选区，其他2个选区你可以提名他的话，你们只要让2席的立委就可以满足他议员对，就可以满足他2026部分。那2028的东西就是个大盘的局了。那你当时啊，你为什么国民党现在说什么2028大局观？2028是根本就是看衰黄国昌撑不到2028嘛，因为黄国昌能不能撑过2026就不知道。然后过2个月，如果柯文哲再出来的时候，这个民众党就不是黄国昌在划给了，就是换人划给了。那划给那柯文哲有柯文哲一套，跟黄国昌的那一套完全是不一样。所以就是说，你黄国昌你现在当然是你趁热度。趁这个热度很热的时候，而且是国民党在8胜之前还是需要你的时候，他勇敢的提出条件，我觉得他的策略是没有错的。因为这个时候呢，国民党你们就很难说不嘛。可是而且他也可以不断的，你有求于人嘛？对，你有求于人，而且他不断的会拉码，会加码。但是问题是，等到823之后，你的价值到底还是不是那么高？杨美凤823之后，就算过了823，他会不会讲？你们就算不多，我小草算起来有10%到15%。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们大家如果要是过了823，就翻脸跟翻书一样。好，就算你翻书翻得慢，让我觉得你们的诚意不够。好，我726我认了。到了后面，我所有这些人，还记得柯文哲曾经在上一次2024讲过，不要多，我挑10个差不多5-5波的地方，我每个地方摆一个下去，国民党你那10席就掉，立法院所有的席次就是翻盘。就我还是有这些人在啊。但是你要分析啊，现在可以控制小草是2股力量，一股就是正向力量，就是民众党这边啊，我就是去就是，然后另外一股是反作用力，就是讨厌赖清德的人，就是一定是我觉得这个最近情况非常严重，我觉得变数很多，连我家的长辈都被教训一番。因为我刚刚讲了，不惜以今日之我，以昨日之我在。9月新会期的时候是预算会期，搞不好突然之间你们的预算得到了8席民众党立委的支持。黄国昌是会变的哦。9月新会期的时候是预算会期，搞不好突然之间你们的预算得到了8席民众党立委的支持。黄国昌是会变的哦。他变完全就是如果要是你们要让我觉得你们不够诚意的话，我也不排除跟民进党。对，黄国昌是会变的哦，完全不需要任何解释的。我觉得目前不可能这样走，因为他这个走向就是反绿的。对，所以说他即使没有得到一个很大的从蓝那边得到一个很大，因为你现在要到明年1、2月才会开始进入所谓的谈判期啊，现在只是在喊话给你啊，可是他们共同的就是反绿，如果你现在又投靠绿的话，你拿到更少，这个是现在目前民众党的一个逻辑嘛，所以说，但是正当我是说蓝白正当翻脸之后，真的可以操控小草的2股力量，一个就是柯文哲，就民众党本身或是柯文哲出来了；二就是你赖清德的这个所谓的支持度到底是还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或是柯文哲有没有被赖清德放出来这一回事情？现在小草在乎就是，所以说我觉得目前当然就他的因为他就只剩下半年不到的立委可以当了，那未来的总召可能要换人了，那单纯就是党主席了。党主席跟总召连在一起，没有连在一起的时候，威力是不是这么大？我觉得这个东西我存疑啦。那我只是说国民党是应该不是失智啊，如果是有失智的话，应该就跟我讲不一样。如果要真的直接讲的话，来任俊，第一个。李乾隆直接公开讲，他说李四川就是对的人，OK， 那个交棒要交给对的人，他直接讲李四川就是对的人。目前看起来李四川的民调也确实是高 ，OK， 但除了这个以外，媒体上有一篇的报道，媒体报道说黄国昌近日的发言可以观察到他表态参选新北市长，埋藏着退一进4的密码。国民党有比他更好的选项，新北他可以退，但新竹、宜兰、嘉义、彰化，民众党好的人选
希望国民党也能礼让，意思就是跟刚才元之讲的有点像，没关系，新北我们有坚持到底，大家摆到台面上，谁的比较好，那另外一边就退。新北你们觉得李志川比我好，或者谁比我好，我退。我那些地方如果比你们好，你们退。大家真的能够这么开诚布公，能够把这谈得这么样的公允吗？那如果是这样，那就世界大同啊！我觉得国民党现在问题是他在等一个人啊，不是要那杯咖啡啊，因为他在等谁是下一届的党主席嘛。现在朱立伦不见了，朱立伦是很公开的谈过好几次，说2026的时候蓝白一定要合作啊。那黄国昌喊了这么多天了，朱立伦一句话都没说啊。因为很简单嘛，他不见得下一次还是他是党主席啊。所以国民党在这个阶段里面，面对到黄国昌所讲的任何事情，就是很简单，跟他有利益相关的说话特别保守，跟他没有利益相关的，通常都会说在野一定要合作，蓝白一定要合，我们要对抗万恶的民进党。刚刚武哥问元之的那个问题哦，我觉得你问太早了，你应该2027年再问他。对象不要问他新北市市长，你问他板西区的立委，如果民众党也要推人，你的板东，对不起啊，板东区啊，我一直想到我的跟他选区差一个啊。就如果2027年，民众党板东也要再推一个立委跟你比，你们的态度会是什么？我不用元之现在回答啦，还是你想回答？他想回答，他也想回答。没有啊，我们本来党内也会有人，也有可能挑战啊，这整合我现在在问他是蓝白嘛，这跟国民党内没有关系哈，因为我们讲的是整合啦。我讲实话哦，就是这个事情现在对于要参选的人来讲，其实都是尴尬的局面。你问任何一个国民党的台北市议员，你跟他讲说蓝白要不要合作，我告诉你，所有人都会一句话，当然不让啊。我怎么可能这时候跟我的选民跟我的支持者讲说，哎，我们真的可以合作，我们来共推人选？他不可能这样干的嘛。所以我跟你讲，就是说，国民党现在遇到这个跟蓝白合作的议题，其实跟刚刚那个核三公投，他们跟民众党之间，你以为他们真的很合作吗？没有啊。你说核废没有解决的问题吗？黄国昌今天的时候他说什么？他说有啊，现在有个技术叫做深孔地质处置啊。就是挖很深很深的地方，然后把它给埋进去。国民党要不要支持这件事？问一下侯友宜嘛。核一厂有一个干式储存槽，这个原资很清楚，因为我们在节目上讨论过这件事啊。新北就是不发给他水土保持的完工证明啊。所以我就讲，就这件事情，当他跟切身利益有关的时候，你侯友宜自己本身有核一核二的问题啊。那你看他会不会跟你跳出来？他一定还是讲我安全为他的讲法就会跟赖清德一模一样嘛？因为那在他自己的辖区里面嘛。那请问一下，那黄国昌要选新北，所以今天反核少女不是他们民进党也问了一个问题啊，那庄瑞雄也问了这个一个问题啊，那核一核二呢？因为核一核二都在新北辖区，就我相信啊，对政治人物如果到不同的位置，他会有不同的考量，所以你问新北市长。这件事他一定考量更多，可是黄昌是要选新北市长，但这件事情啊，对他讲核三，所以庄瑞雄他们就说你们那边也有核一核二，大家来看吧。对，为什么是这个样？吴雅欣今天问的问题是说，你民众党当时要选总统的时候，你的核能规划是10%，你现在就算把核三重启，你也不到10%，所以你是不是要把核一跟核二重启？我必须讲，我对这一次的公投，其实我对不起，我这样会很矛盾哦。我一方面觉得这一次的公投是有意义的，但我觉得这一次的公投结果是没有意义的，这是一个两端的啊。我解释完哦。第一个就是说，我们过去在公投的时候，其实最大的困难是我即使公投过之后，没有相关的法源，就像博弈公投通过了完之后，我不修那个赌博不除罪，你再怎么搞就没有嘛。可是这一次的公投，在这之前5月13号的时候有修正核管法，所以他对所有我们现有的核能电厂的延役的这件事情，他取得了第一个叫做法源。好，这是有意义的。可是这一次的核三的公投，其实它会变成没有意义。为什么？因为核管法的修法里面，你知道它真正修掉的那一条最关键的是什么？你知道，我们原先是说，如果核能电厂要延役的话，你必须要在那个执照停止之前的5到15年，你要提出来。这一次是把它改成什么？叫做执照有效期间届满前，你提出申请规定。核三符合这个条件吗？不符合，因为它已经停止了。
所以他到最后会变成是没有一个共识。为什么大家现在在那边讨论说啊，我是不是要重启这个什么安全无虞什么的？那个如果按照你后来的修的吧，即使新的这个没有用了，那我就讲啊，你不觉得在这整件事情上面，为什么说他们跟民众党之间的讨论其实是天差地别的？表面上好像有交集，那是因为没有利害关系嘛。民众党现在怎么操作这件事情，你知道吗？民众党最新的贴文啊，他们的官方啊，这个民众讲堂嘛，直接把吴雅欣这个做成这样的一个图啊，然后对战谁，你知道吗？说来。协寻传说中的黄国昌克星王义川、沈伯洋、林淑芬、苗博雅，不是整天说要那个痛电黄国昌，怎么擂台搬出来都不敢上台，躲起来推代打，要不要脸？黄国昌公投核三，你真的觉得民众党真心要跟你讨论核能吗？他不会不知道，他们即使修了这个法，还是告诉你要在执照有效期间内要提出嘛。现在他已经不符核三就不符合这一个，所以我必须讲，就是说。对于黄国昌来讲，有没有可能退一进四啊？我要是黄国昌，我5个都要啊。我脑袋坏了，我干嘛退一个，然后去讨那剩下3？因为那剩下那4个也不是我黄国昌的武林啊，那是其他人的这个武林啊。但问题就回来了，直接现实一点讲啊，新竹国民党还要再搞一个林耕仁吗？宜兰更好笑，宜兰那一天是黄国昌、陈婉慧。然后还有吴宗宪，然后还有一个是国民党的宜兰县议会的议长，叫做张胜德，同样都被问到宜兰的这个问题，吴宗宪那个说法，他说什么啊？在野一定要合作，大家一定要共推人选。张胜德就不是这个说法啊，张胜德的说法跟元之刚刚的那一个是有像的哦。我刚刚问说，如果2027去问叶元之的时候，元之是不是说要先以党为主？我告诉你，那一天张胜德就是这样回答。党中央到目前为止没有提到宜兰县县长选举的问题，所以我要听党中央的。你看，当有利害关系的时候，大家的回答就会不一样。我补充一下，就说现在卢秀燕说要不选党主席，因为现在会蓝白合是朱立伦跟卢秀燕嘛，因为卢秀燕对蓝白合很 open， 但是有一股力量在推郝龙斌。那你觉得郝龙斌一旦做了国民党的主席之后，他对蓝白合的态度是什么样子？白银，然后跟柯文哲。对啊，这种前后任的仇恨是，所以这个我觉得国民党未来的主席是谁？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变数，就是蓝白和睦相处的变数的一个观察。可是如果真的讲到蓝白合这一块，每次都要问将军，因为将军出身国民党，然后现在不是国民党。将军，蓝白合一个大基础是两边的支持者很重要，就是好，第一个。以反赖清德、反绿的角度来讲的话，这两边也许是 OK， 但是真的大家都能够如果大家不管是用刚才民调的方式、协调的方式、谈的方式，或你让那边我让给你这边，各自割一块出来的方式，不管用什么方式，两边的支持者，尤其蓝营的支持者都可以，你们弄什么我都 OK， 是这样吗？2026可以吗？2028是因为直接对战赖清德。所以这个时候他们也可以，就是只要能够把民进党把赖清德拉下来，我们怎么合都可以吗？2024啊，要蓝白合，侯友宜跟柯文哲。所以很多国民党的基层说啊，就合嘛，侯友宜就让嘛。为什么侯友宜不让？因为你不是侯友宜啊。这些讲这些话的人，如果你是侯友宜，你为什么不让？那你当然不会让啊。我好不容易拼到了一个选总统的机会，你叫我让啊，你才自己去让。为什么不是柯文哲让？所以。很多蓝营说为什么侯友宜不让？因为你不是侯友宜。那么到了2026的选举，你说哎呀，让2席议员会怎么样？我告诉大家，蓝营的议员对他来讲，能不能连任议员，比你当总统还重要。我管你谁当总统的，我连任议员比较重要吧？好，你不要说议员，里长都一样。那里长说，哎呀，你们就蓝白合嘛，你这一席就让给民众党。我告诉你，要跟你拼命，我跟你说。你要谁当总统随便你，谁当主席我也没意见。我要连任议员，谁都不准挡。你要谁当总统随便你，谁当主席我也没意见。我要连任议员，谁都不准挡。这就是态度嘛。蓝营的基层态度就是这样。那黄国昌知不知道？黄国昌非常清楚，所以黄国昌现在如果不用蓝白合，怎么谈？没得谈了。他要把这个蓝白合的帽子无限上纲变大。
那你说核三厂的问题，黄国昌一下从反核一下变成这个支持核三重启，我告诉大家，白营的支持者对于黄国昌跟对于柯文哲有一个相同的宽容度。柯文哲讲错什么话，好了，道歉没事。黄国昌改变立场也没事。这是白营的支持者对柯文哲跟黄国昌一样的宽容。有哪一个政治人物可以跳来跳去啊？除了黄国昌，找不出第二个。黄国昌的那种大转弯那简直就是大回转。那不是什么左转右转，是大回转。吴峥说的嘛 ，F1 车身。对，那是大回转。他回转的程度有多大？我告诉大家，他已经可以用4个字来形容黄国昌，叫做辩才无碍，改变的变。改变的变啊，我随便可以变啊，我变，我只要变到我有利益，我都可以变。所以辩才无碍。而民众党的支持者有没有接受？有接受，大家可以看。这是黄国昌宣布说好啦，我要选新北市长那一天的晚上，他的直播让我们感受到你的诚意，抖内100如果抖内1000也可以啦，如果抖内500也可以。各位，这在做什么事？这在对内喊话就是我已经决定了要选新北市长，那我有多少信心，请用抖内来支持我。那请问这种做法，李四川能做吗？刘和然能做吗？没有人能做啊，只有黄国昌可以做。那这一个方式对国民党来讲，你无法突破了。这个所谓的这么大拉拉的，就说你用钱来支持我，让我更有信心，只有黄国昌能做。然后我告诉大家，黄国昌现在的做法一直在蓝白合是怎么样？人家常常讲，这叫做筑高墙、广积粮、缓称王。现在黄国昌一样是这9个字，但是呢，叫做拆高墙。要把蓝白的高墙拆掉，把中间这个隔离给拆掉。就是在2024年的时候，柯文哲举办的活动，国民党的人敢不敢大拉拉的去参与？我参与柯文哲的活动，客厅会啊，什么这个小组会议、小草会议，你哪个国民党的政治人物去，一定被党纪处分。国民党不是刚性的政党，不准嘛。哪怕你是民众党，我们在选举了，你还跑去参加他的这个造势活动，一定被党纪处分。可是如果2026呢？因为经历了7月26号这一拖，蓝跟白中间这道高墙已经拆得差不多嘞。当国民党的主席加上国民党的立委，跟民众党的主席跟民众党的立委可以站在一个台上，把手言欢，这道高墙还在吗？这跟2024已经不一样了。2024是不准哦，明定的不准，但是2026会不会不准？黄国昌希望把这个蓝白的高墙拆掉。然后广积粮不用讲嘛，100也可，这个100、1500都行。这广积粮还有一个什么，你知道吗？他现在喊出蓝白合叫什么？一起称王，齐称王。叫做拆高墙、广积粮、齐称王。就是那台北市就已经是蒋万安啦，我挺他没问题啊。那新北市要不要让我来？新北市要不要让我来？我们一起称王嘛。然后宜兰你们看看谁强，我们就给谁。吴宗宪也可以啊，晚会也可以，都行啊，都没有问题啊。那新竹根本不谈呢，新竹国民党已经拿不回来了。新竹你国民党派谁去就是炮灰。那已经是民众党的地盘了。一个新竹市国民党还要不要跟他一起称王啊？然后最后我讲一件事这段时间黄国昌充分的利用他的议题打出了他的身价，726国民党全部欧趴。你黄国昌有没有功？有功啊，大功一件啊，每一个立委都欠他一份人情。然后呢，很快的宣布说我要选新北市长，哇，惊天地泣鬼神啊！大家哇，他要选呢。然后紧接着蒋昌会，蒋万安跟黄国昌，蒋昌会，这个蒋昌会为什么选蒋万安？为什么不选张善政？为什么不选这个卢秀燕？他选蒋万安是有道理。蒋万安是国民党政治人物第一帅，黄国昌自称是民众党第一帅，两帅相见高峰会，黄国昌一点都不逊色。如果是去年11月，黄国昌会稍微劣势，因为黄国昌年纪比较大，他的那个身材的修行没有蒋万安好，但是这一次丝毫不逊色。这叫做双帅会丝毫不逊色。国民党的支持者吃这一套。OK， 国民党支持者吃这一套，从马英九到蒋万安，现在到黄国昌，是吃这一套的你想想看，如果黄国昌继续的帅下去，到了明年的3月，
李四川也好，刘和然也好，不是他对手不是他对手。我不是说以貌取胜，选举本来这是第一印象嘛，任何的选举，帅哥跟正妹一定占便宜。OK， 所以黄国昌已经在准备了，另外，核三这个公投全部聚焦在黄国昌身上。虽然他讲的事情大家不见得认同，可是呢，因为讨厌民进党这票人全部被他抓住了，全部被他抓住了。所以我讲最后面再绑在一个蓝白合的大帽子上。OK， 2026能不能谈？2024不好谈。可是2026只要黄国昌继续这样推下去，我认为国民党的基层会松动，因为管他谁当市长，管他谁当议员，只要不是民进党就好。这句话如果喊出来，黄国昌会变大哦。不过如果真的一路再往下这样走，吴峥，对你们来说有意识到在未来，包括2026甚或2028，要面对到蓝白合这样的一个大海啸吗？因为第一个刚刚已经说了，包括黄昌最近所做的所有这些，除了把自己搭到那上头，刚才将军讲的双帅会。然后呢，接下来他跟那个在这次726以前，跟卢秀燕市长之间，包括在台中所有的那些海报啦、标语啊，那上面两个人一起出现的，看到韩国瑜院长的那个时候，然后那个握手啦，所有那些，也就是他把自己跟蓝营所有这些全部都已经摆到了这样。如果蓝白这个海啸合起来一路冲，对你们来讲，你们有想好未来怎么因应这些吗？我想。我们一定是这个样子想的，因为726的结果已经很明显了。那民进党，我觉得这个样子啊，就不论是26或28，其实以我自己在党里面这党务部门来讲，其实我们都是觉得说，是非常审慎、非常严肃来面对的，就觉得不会有预期，会觉得预期它一定就是蓝白合。对，然后一个是预期蓝白会合了，那怎么合？当然过程中会角力、会竞争嘛。但是我想蓝白合是一个大趋势。第二个是我们也当然觉得说大环境大概不会对绿营是整个有利的一方了。那怎么讲？就是因为包含说，你说民进党执政到现在已经迈入第9年了，那这个其实很明显了，大家都知道说，这个9年过程中，当然政府努力做端出政绩，可是你说会不会有人觉得，这个觉得说在这过程中失望，他的诉求没有被满足，一定会有嘛？因为世界各国民主普遍趋势就执政越久，你的包袱越大，所以我想这部分对我们来说是很清晰的事情。那当然蓝白现在是一直在操弄，所以说去挑逗这个不满的情绪，想要把人民对政府对社会的愤怒卷起来。那我必须说到现在为止，蓝白的策略看起来是有用的，所以我觉得对我们来说。其实第一个大原则是，或许我们今天等一下会谈到关税跟其他的议题了。我觉得执政党无论如何，就是你的根基还是你的施政要做好，你的社会沟通要成功，人民要知道你在干什么，你的目标是什么。那这样子其实你的选举才有可能去突破嘛。那不然大家觉得你政府不知道在干嘛，做不好，那是其实就没什么好讲的。那讲回来就是说政治的部分了，我觉得黄国昌他的一个战略其实是很单纯也很清晰的，就是。黄国昌可以争取到国民党的票，可是国民党很难争取到黄国昌的票嘛，对不对？因为小草的忠诚度非常非常高，所以这当然就是刚刚武哥讲到了，就是说，这是7月6号的时候吧，然后这是昨天嘛。那7月6号的时候，就有人会比较说，为什么黄国昌当时好像看到韩国瑜这么热络，哇，这个66度鞠躬啊，昨天看起来好像就冷静多了，那是不是有亲疏薄彼？我觉得主要是情势上也不同了啦，就是为什么黄国昌要这么热络，其实也是贴着刚刚我讲的这种大战略嘛，因为就是所谓小草或冲粉会无条件跟着他。那他只要让国民党的选民对他有好感，那他自然而然他的这个基本盘可以从15%、20%再往外扩嘛，对不对？那所以他需要去争取跟蓝营的这些大咖站在一起，然后某种程度上帮他背书、帮他加持。但是因为到了他去见蒋万安市长的时候，包含说726已经过了，那大家也都看得出来。我想我们现场所有来宾都承认说，黄国昌现在政治身价又上升了，所以他现在这个某种程度底气更强了。那一部分我也听说，其实本来蒋万安市长在当初黄国昌要约去拜访他的时候，其实是不知道他会在前一天率先来去宣布说这个他要来参选新北市长的所以为什么蒋万安在当天一直去也没有一直就是他主动提到李四川的名字，某种程度也是要稍微设一个防火墙。但我觉得，所以这个大家可以看出来，就是说黄国昌现在是主动的一方嘛，他率先去
推出了喊出要选新北这个事情，然后国民党现在看起来可能包含当时要换人，包含这内部还没有整合好，所以他的优势是用空战卷动所谓中间选民或卷动到蓝营的支持者嘛。那他现在看起来还是在持续出招一方。所以他的优势是用空战卷动所谓中间选民或卷动到蓝营的支持者嘛。那他现在看起来还是在持续出招一方，包含说民进党我们可能一般就是说2026明年了，明年如果民进党这边我们也开始，你说例如说有初选，或者是说我们也开始推出这个民进党的候选人的话，黄国昌现在走在前面啊，他会继续用所谓这种他要营造他是打绿第一品牌的方式，率先来去捉对厮杀，然后看是不是试图去边缘化国民党候选人如何。简而言之啦，我觉得就是黄国昌会再复制一次2024年柯文哲对国民党的战术。那有人讲说进一退一进四，但我是觉得其实大家看到了，就是说柯文哲连在选总统的时候，他都没有打算要自己退掉，然后交换一些你说如何其他的谈判方式。那总统的局比新北市长更大，所以如果民众党的路线就是非常坚定，他要包含说他不会退，包含说他希望国民党我帮你，然后你在大选重要的时候也来帮我。那你说2024这样战略已经过一遍了，2026他会退吗？我是觉得应该还是会延续柯文哲的路线。OK， 在未来刚才讨论的时候，中间一直都出现一个声音、一个名字，然后一个可能性，就是任俊，柯文哲如果要是交保出来，柯文哲如果交保出来，因为你算时间啦，所有的柯文哲这个案子审到现在，包括交互诘问。然后诘问的重要的一些证人或是被告之间的诘问也都差不多。那当然呢，再延压了2个月，这延压2个月算一算到10月多。如果要是不管到10月或是再往下，柯文哲或是什么时候出来了以后，对于整个这样一些的大局，这还包括敏凤刚刚讲的，国民党党主席也是10月要选，是你不知道出来的万一是郝龙斌，那你不晓得那个变化性会怎么样。可是这所有这些的变化。如果把这些变化搭到未来蓝白合之间的变数，再把它搭到现在，因为柯文哲案子现在还在走，昨天传那个基隆市副市长邱佩玲，邱佩玲讲的，当然大家都知道，那时候有谢国良的妈妈是不是有捐200万，然后那个200万的斗内到底是给谁，然后所有这些，从那开始一路上再往下，这些对未来的发展，你觉得会有什么影响？你是最早在柯文哲要查账的那个时候，你就在那边查那个账，你还记得吧？代导那时候的那几笔款项是，然后你还上节目的，所以从那时候查账，你就是一路看着到现在的哦。这就是为什么我先叹气的原因。柯文哲的案子不是只有金华城好吗？邱佩玲的案子跟金华城一点关系都没有啊。他就是政治现金那些的案子嘛。柯文哲有一块是到今天为止，民众党人从头到尾不愿意碰触的。邱佩玲什么身份？他除了现在是这个基隆市的副市长之外，他也是民众党的党员啊。是，大家去看一看他在庭上是怎么说的。谢国良的200万是妈妈直接说，所以是带去市长室，柯文哲还说了谢谢。其他的人的钱，邱佩玲说他没有去点多少，然后把那些钱放在管理室，通知柯文哲，柯文哲就找人来拿400万啊，200加200，所以那个管理员真是好人好事代表，大家都不看，他应该不知道里面是钱呐，你因为搞不好打开榴莲2个也不知道，对不对？但最少他明白讲了一件事情是，柯文哲在市长室有收的那200万嘛。民众党从头到尾不碰触邱佩玲呢，你不觉得也很好玩吗？我们在座任何一个人，只要讲说柯文哲有私下拿钱，没有进民众党的账，民众党多生气呀！邱佩玲呢，你们怎么不去跟他讲一下？不要乱搞，你好歹是我们党员，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去做？他们后来甚至都讲什么呀？邱佩玲被植入记忆，是因为大家都不断的这样告诉他之后，你知道这种事情你都可以说出来了，你知道吗？所以我刚为什么叹气的原因是这样嘛，连你都笑了。
什么叫做植入记忆？脑控他说就是因为这个洗脑，对，就是因为连周刊都知道，所以这个东到最后邱佩玲就说他其实不记得什么什么。那人家很明白的讲，他有拿了200万给柯文哲，而且这个账就是没有进到民众党嘛。邱佩玲，等，但邱佩玲，如果你到媒体上讲，邱佩玲有一段讲，对他来讲，党就是柯，柯就是党，那反正他钱就是交给要捐的，他就交给柯文哲，就是这样。你马上你怎么会知道我下面要讲这一句？对啊，邱佩玲的那一段说法是说，当捐款人有意要捐款的时候，问他这个钱是捐给民众党还是捐给柯文哲。邱佩玲说，在他的认知里面，柯文哲就是民众党，民众党就是柯文哲，党即是政，政即是党。柯文哲很在乎财政纪律的。民众党一直在强调柯文哲没有拿钱，你们要不要赶快去跟邱佩玲讲一下，到底你记忆到底被谁植入了？没有，邱佩玲可以这样认为，但法律上是不承认这个啦，这有什么关系？当然嘛，那钱去哪里了嘛？更不要讲说还有其他的，刚刚讲说什么400万也有啊，其实那个都有人作证说有给多少钱嘛，还有一个1000万的嘛，这些也都没有进入到民众党的账里面去嘛。所以大家一直在讲说柯文哲会出，我当然知道他会有可能会出来的一天嘛，但是其他的案子也还在办，所以我真的我不敢像黄国昌那样讲啊。黄国昌说他明年一定把阿贝救出来，我不太知道你那个底气在什么地方，你真的是真心忘了柯文哲有3个案子吗？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当然对民众党现在本身来讲，黄国昌他其实我真的必须说，黄国昌在民众党里面就是柯文哲的阴影下啊。所以他不管再怎么样，一定要想尽办法拉着柯文哲啊。因为刚刚在讲说这个什么在野合作啊或什么的哦，那我刚好跳出一个照片啊。这个照片是2016年的今天，亲民党办了一个活动，叫做台湾转身。那一天的来宾有一个叫做柯文哲，宋楚瑜在当时提出了一个，也是觉得大家应该要合作的概念。结果后来柯文哲受访的时候，我如果没记错，因为他用了大联盟3个字，他说，那我们干脆做一个下午茶大联盟好了。我不要去讲说当时所有人听到这句话的想法，因为这是一个很正式的场合，这是2016年的今天呐。现在民众党也在谈要跟别人合作，但是你觉得他跟国民党之间真的有共性的基础吗？我觉得那个基础其实非常薄弱啊。包含到接下来柯文哲如果出来，我相信他会出来。我认为黄国昌在民众党内的那个地位，他势必一定要退到下一线去。这就是为什么黄国昌现在努力的要营造自己存在的价值嘛。我说他是聪明的啊，他在政治上是聪明的啊。他现在不断的去跟国民党叫牌，现在叫牌的人叫黄国昌，他在洗掉那个印象是什么？柯文哲当时因为有很多种的因素跟国民党谈合作，最后失败。你真的觉得蓝白合作在那一页真的翻页了吗？我不认为。会去翻页的人其实是黄国昌，而不是柯文哲啦。黄国昌当然要让这一页翻过去，那个失败的那一页是你柯文哲的，跟我有什么关系 ？OK。可是我觉得到目前为止，未来黄国昌可以参加国民党啊，他又不是不可以跳来跳去的。问一下国民党要不要让他参加？他现在造势，你看啊，他要选的是新北市市长，他不去拜访侯友宜，他去拜访蒋万安，他是为什么？他当然是要跟蒋万安讨人情啊。你们这台北市的5席是我救的然后我觉得他对新北的贡献可能比较少啦。可是他就是跟蒋万安要说，你这5席，你未来再怎么，他觉得侯友宜未来你就把李四川摆在身边。对，然后他也觉得侯友宜已经有支持的人，不会可能会支持他，但是他觉得蒋万安可能还需要李四川，然后也许蒋万安可以帮上忙。那未来你看他又拜访谁，这个都是他一连串的动作嘛。一定要赶在阿贝出来之前做完这些东西。OK， 来一句，为什么要赶阿贝出来之前？因为阿北只要出来之后，整个党是回到柯文哲身上去了，不会有黄国昌的空间啊。所以他一定要想尽办法。你看他压的时间点很有趣啊，明年，那一天五哥还在讲，明年有1月到12月啊，哪一天也都不知道啊。每一年呢，你去读宋史，
每一年新春开朝，宋高宗一定讲，明年一定要救回徽钦二帝。那有一个傻傻的真的想要救，所以就12道金牌，叫岳飞嘛，对不对？所以明年要救，那是一回事。其实黄国昌在布一个什么局？他要等着就是当明英宗从土木堡回来之后，就把你供到南宫，然后连门锁都给你灌胶，灌桶你都出不来。所以他现在在做的一个动作是什么？主帅会亲征。所以他这个2月1号，好吧，2年条款，主帅亲征。主帅亲征，他这个话题就可以让他的政治声量至少到明年年中，到明年年中最后要提名要登记之前，他就不断的主帅亲征新北。然后第二个呢，为什么要1带4？因为呢，像齐凯兄，对不对？齐凯他其实嘉义中学、嘉义市，然后他又在彰化那边公测会待过，所以在那边他其实有经营了一段时间。他的明年1月31号完毕。也没立委了 ，OK， 所以齐凯会表态会去，然后接下来就是那嘉义呢，国民党呢在嘉义黄敏惠之后，其实国民党也没什么重要的人物嘛，可不可以喊价？可以。新竹可不可以喊价？新竹市当然是高虹安的，但是新竹县呢，可不可以喊价？因为有很多的包含是某一个那个科技大佬嘛，在那边都可以影响嘛，可不可以喊价？可以嘛。所以他在喊价之后，接下来要做一件什么事？他交出去了那8个菜鸟立委，党主席每天早上去开会议，那个柯文哲定的规矩我都会照办，所以到时候他会不会跟去？照样去。然后接下来他要拼一件什么事情？要在明年的时候证明，因为上次柯文哲议员4%，所以他才不会是2+6。他的意思就是到时候。跟你国民党喊价，然后你们这些立委都欠我人情，到时候你们这些立委下面我派人去选议员的时候，你们这些立委好挡啊。他的目的是让他的议员超过柯文哲的4%，然后这时候就可以把徽钦二帝好好的都变成太上皇。不过现在看起来的话，将军，对柯文哲前主席，他说实话他积压蛮长一段时间，到今年他生日这些算一算，其实过了1年。一年。那当然，这过程当中，你看到陈佩琪一直不断的要声援啦，所有这些。可是昨天突然出现的一篇报道，也吓到大家。那对于陈佩琪来讲的话，他大概心情各方面压力啦，什么，当然会非常沉重。但是那篇，说实话，那篇真的那个内容，所以黄国昌很多人讲说，大家尽量给他空间呐。惊悚，那个真的内容蛮惊悚的，就是你如果把他写的文字结合起画面，可怕。真的可怕，那只有古代才会有这种画面，在民主国家不可能出现这种画面。可是陈佩琪为什么会这么激动？因为不是说柯文哲被压了第1个月，我讲那第1个月是最难熬的。本来在家，本来平时看得到人，然后这个太太跟先生相处的融洽，那平常是非常亲密的。第1个月突然间不见，那第1个月是最难接受的。可是现在柯文哲被压了，应该1年了，12个月了。那为什么在这12个月的这个时间点，陈佩琪会抛一个这么惊悚的文出来？我觉得是因为他本来认为，随着检察官这个起诉以后，法官对于证据的这个剖析会如他所望。就例如说，传来的证人讲的话对柯文哲有利，传来的第2个证人也是对柯文哲有利。就把检察官起诉的内容一样的给踢回去，驳回，然后柯文哲就越来越亲民。他认为说，反正水一定会越来越清嘛，因为柯文哲是清白的。可是是不是他去开始看？因为这个是公开的嘛，他去听到了邵秀佩，一件一件这么明白的，1件、2件、3件、5件、6件、4件，都8件呢，有8件。那个 Excel 的档案里面，它不是什么时间，也不是什么代号，它是金钱。有10万的，有200万的，有300万的，有500万的，这一件一件的数字变成了金钱，而且单位是万。单位是万。那这个1500的关键数字，慢慢连陈佩琪都觉得，你这样搞的，这1500连我都没有办法说服我，它不是钱啊。因为那1500是沈庆金的，是唯一跟金华城连接上的。那你说其他的邵秀佩去募的
募的这些募款，那了不起是政治献金嘛？邱佩玲，对，邱佩玲讲错，邱佩玲他的这个钱可能就是政治献金，唯独如果说去证明了沈庆金的1500，这跟金华城可以绑得上，绑得起来，所以会不会因为这样子，整个陈佩琪失控？他觉得没有希望，所以才会说干脆你就给他那 biang， 那这不行啦。贪污没有到这么严重了，而且还要把这个这么惊悚的话讲得出来，我觉得陈佩琪的压力我们可以体谅，但是呢，在一个法治的社会，透过了陈佩琪也算是一个知名人士啊，他 PO 的脸书是有具体的影响性的哦。如果你用这种方式在中華民國的社会里这样广传，对于整体的司法，对于社会的安宁，这是会有影响。所以为什么脸书会把它下架了？因为造成了不良的影响。OK， 那当然，我还是在这边这个呼吁要冷静。所有的司法是讲证据的，不是讲这个谁的人多谁就可以左右司法。如果你透过这样的方式，其实对柯文哲只有坏处没有好处。也就那天我看到像那个徐小新、王宏威跟罗志祥跟周瑜修他们到北检前面，不是送花，然后讲说不会关税，只会关人啊，什么什么这些。现在其实如果把人算一算的话，这一段主要也是要声援柯文哲吗？希望能够让柯文哲尽量就从羁押那个地方交保吗？对，当然一部分是啦，因为柯文哲他已经被关快1年了嘛，不知道是1年还是快1年的。然后他主要是因为那个金华城案子一直被起诉后一直被关押到现在。可是实际上大家去看那个金华城的东西，第一个就是他容积率给的过程当中，他们现在显示出来的证据全部都是都审会的结果嘛，而且看起来也都是合法嘛，公示决嘛，也没有查到什么柯文哲好像要指示啊、要翻案啊或什么，也都没有看到这方面相关的讯息啊。他容积率给的过程当中，他们现在显示出来的证据全部都是都审会的结果嘛，而且看起来也都是合法嘛，公示决嘛，也没有查到什么柯文哲好像要指示啊、要翻案啊或什么，也都没有看到这方面相关的讯息啊。然后第二个金流的部分那你要有对价嘛，就是这个东西它有指示，另外它有收钱对价，没有啊，金流也查不到啊，金流从头到尾就是那小省1500。然后检察官用什么不明人地物什么收了1500，就是一个也就是也是一个推论跟臆测啊。然后邱佩玲他前2天作证，其实刚好证明说那个都是政治现金，跟那个金华城的那个贪污的贿赂也无关啊。所以一个这样子可以关到1年多。确实是，我觉得大家会觉得说蛮奇怪的。国民党现在大部分的不管委员或什么的话，是跟你的态度一样吗？我听起来是这样，而且那一天罗志祥为什么会去呢？是因为罗志祥也觉得他有被针对。因为那个他有说什么，有人就是要在检举他有一个公车广告然后检察官就发文就说要说明一下这个东西，说为什么在当天还有在跑。问题是像我那边呢，还有一个看板罢免我，到现在还在挂。这种东西其实对这种东西，其实检察官一看就知道说可能对啊，然后还要发文去查，你真的有从伤后症候群，还要去查，对不对？所以这当然就是很有这个真的。我不知道袁志刚才在讲到柯文哲，然后就他们在说邱佩玲只不也证明那是政治献金，任俊眼睛睁这么大干嘛？邱佩玲的证实他们给的叫政治现金，那是不是也证实了柯文哲把那些钱拿走了？没有让他去申报。我讲的是金华城案的，不，当然他刚刚讲的那一个就是说邱佩玲的那个案子是政治现金，也不是讲金华城这个我当然同意啦。所以我刚刚意思就是说，那言源自也都知道邱佩玲那一段，那柯文哲后面就是有那一些钱就是不见了，因为他确实没在账上面嘛。如果连原资都认为那些钱叫做政治现金的话，他确实没有拿去申报。好，那当然这是另外一个案子了。我的强调其实是这个，所以我的摇头的概念来自于就是说，国民党现在是不是全部都觉得像刚刚主持人所问的说论述会像这样？我就讲一个嘛。当时台北市议会在组成金华城调查小组的时候，民众党的议员也有人参加调查小组。请问这一位参加调查小组的市议员有出来跟你们抱持一样的论述吗？他看的资料比你们都多。他看到台北市政府内部的这些文件，他看的比大家都详细，但是从
案子到现在为止，基本上会出来讲的都是立委。你们有多少人看过那些内部的资料？所以我就讲，就是说，当然现在对国民党来讲，他希望寻求跟民众党有一个好的一个对话的空间，所以不断的用这种就是说啊，柯文哲啊，这个哦，你听到最后，我都可以帮国民党讲了啦。国民党就说：“哎呀，如果是这样的话，司法调查继续调查嘛，但你需要关他这么久吗？”其实到最后还是回到这一个，连钟小平都这样讲。对，就是还是回到那句，你需要关他这么久吗？但问题是有罪跟没罪这件，其实不是我们在这边说的算。我就讲嘛，台北市政府在当时做成决议，要最后让金华城可以拥有这一些大家所质疑的这些，不管是容积奖励或其他东西，民众党的议员也有参与调查。那为什么在这个阶段里面，反而出来讲话的都是不在调查小组里面的？没有，那些人就是要还人情。讲这个就是还人情。就是你未来恐怕呢，我在实质上没有办法让，对不对？但是呢，我一定要表面上做主，那也一鱼两吃嘛。罗日强也心有不满，所有人走过那个罢免那一站的人，都心怀地狱回来的，对，都心怀这个怨恨嘛，那对面人恐怕也有一点呐。然后呢，一边发现自己的怨恨，然后一边呢，顺便把这个恩情呢也报了一点。然后未来如果在分配的时候啊，你们就不要讲我这样，我又有挺柯文哲，所以这件事我有讲，我有发生，对，我有柯文哲，我有这个所谓要求要放出来怎么样的？来，我对，是啊，这个国民党要还民众党，还黄国昌，还柯文哲人情，我没有意见啊。你们不要扯到民进党身上来嘛，对不对？因为他们每个人都去说啊，这就是民进党介入司法啊，就是赖清德他很会关人，怎样怎样。就不是嘛，对不对？你国民党你要还黄国昌意见，你现在可以站出来啊！我觉得蓝白要合，我觉得新北市应该要民调，我觉得让他们3%，你可以去讲嘛。没事跑来消费民党干嘛呢？对不对？那像刚刚仁俊哥讲到说柯文哲案子，对不对？我们现在知道他最少有好几个法律问题嘛，金华城你有图利的问题，你有没有收贿的问题？那再来政治现金，对不对？因为如果是党拿200万给你，我就讲好说，这我就是要给你个人啊，你不用去申报，这个叫违反政治现金法。讲好说，我这个是政治现金，你开收据给我，你把它自己收起来，这是侵占，对不对？所以光是我们讲说这个邱佩玲处理的3笔200万，前面2个他没有明讲啊，但是谢国良妈妈这是他直接讲说，他有要收据。对不对？所以光是这3笔钱里面就处理了，就违反了政治现金法，还有侵占的问题刑法。所以你说柯文哲，小草一直说柯文哲清清白白，可是就连民众党自己人都出来作证嘛。那我再讲一个啦，所以我对国民党这个很不开心，是因为你一直用这种莫须有的仇恨，然后一直去污名化我们司法。我这边很认真的讲，国民党如果真的要去帮忙柯文哲，我现在马上给2个建议，国民党绝对可以做。我这边也希望我这段片段小草都看到，因为国民党不要打假球啦。如果你们真的要帮柯文哲平反，第一个，台北市议会国民党现在是不是最大党？你之前做的这个，我们刚刚讲的金华城调查报告结论是什么？财团特权莫此为甚哦，是游淑慧跟曾宪营、港湖跟大安的国民党议员也签名的，说柯文哲护航财团特权莫此为甚。国民党现在议员马上，台北市议会可不可以翻案？这个调查报告乱讲一通，抹黑阿北，阿北是清清白白，怎么可以说人家护航财团？翻掉，重启调查，可不可以？你完全可以。吴峥，你这人家就是要打假球。第二个事情，我要让小草知道。第二个事情，国民党现在帮你们，你绝对还有很多事可以做。第二个，这个当金华城弊案爆发以后，台北市政府蒋万市长、都发局说什么？说这个以后，这个议员就问说，不是都市更新地区可以这样？台北市政府单方面给都市更新荣誉奖励吗？然后台北蒋万安的都发局说，是我们以后再也不这样给了，保证不会有下一次。那是不是说柯文哲这样不对？所以都发局马上蒋万安是不是叫他明天马上要出来说没有？我们以后比照，只要是有这个什么绿建筑啦、智慧建筑啦，我们以后照样发，因为这个是清清白白，绝对没有问题。这2件事情我讲的，台北市议会、台北市政府，你国民党要挺柯文哲，你通通绝对都可以做。所以你要挺，你们就认真的去帮柯文哲护航，不要整天讲一些含沙射影啊，这都后面东厂啊，司法不公啊，这都是在攻击我们、破坏我们司法独立而已。OK， 我来回应一下吴峥哈，因为吴峥认为说，为什么你们蓝白要合要干什么？为什么要提民进党？为什么提赖清德？如果赖清德弱掉了，蓝白就合不了。如果民进党弱掉了，蓝白就合不了。当单独一个国民党可以赢民进党的时候，还合什么啊？因为他们单一政党没有办法胜选，所以才会有蓝白合的这个话题。所以我讲嘛，
赖清德也好，民进党也好，对蓝白合来讲是关键的条件。OK， 如果他们弱掉了，蓝白合就从那天开始就没了。来，创下，其实你看这几天的台股，台股大概已经快要到新高了。OK，那当然除了这个以外，你说当然又有台风来，然后台风在风灾这些过程，所以你看赖清德总统这次也特别在乎这些，然后包括去了那个应变中心啦，所有这些，这个就是刚问吴峥那个问题，要怎么样把所有这些战场要清掉嘛？但是最近你如果看，不管台股有没有逼近新高，所有这些，可是对于不管是赖清德总统或行政院长卓荣泰来讲的话，那个民调反应似乎没有办法反应过来，为什么？其实基本上呢，其实政治就是这样子，很现实的，跌宕起伏哦。突然有个变化，但是有个变化的时候呢，你会曾经是做什么都对，变成做什么都错，那就是一个气势的一个状况。那726当然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像岳元之说什么都对，那是气势的转折点，对不对？那个是不一样。你不要笑，这时候怎么这样笑？但是现在民进党就碰到的就是做什么都会被人家挑剔，这样一个情况。而这样的情况里面呢，当然今天终于看到。在防灾中心有赖清德出来了，然后今天中常会有出来了。吴峥最近这段时间能够看到赖清德，会比我们大多数的国民都多。这个东西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当你出这么大的时候，当一个战场混乱的时候，主帅就算是真的跌倒了，都要忍痛站起来。但是如果这个时候没有做到这件事，你就会看到下面很多人就有各种的想法了。有的人是真的很担心是不是真的跌伤了，那有的人是故意说我送你轮椅，那国民党一定是送轮椅，所以赖清德就碰在这个处境，而这处境里面他又碰到了3件事情是很麻烦的。我一直讲说，民进党我们过去知道吧，3大支柱是哪3大？中南部，那最近老天真的是给他中南部很麻烦嘛，然后再过来中高龄，我们知道台湾的城乡差距。刚好又是那些老人家，再过来是中小企业，那中小企业里面呢，民进党的一些说法，其实就代表着民进党本身对于真正财经的实际运作，不是只看一个总体经济的数字，因为光我们一个制造业，在经济部里面的调查，制造业是91000到11万。那我们上市上柜，全部包含服务业，包含那些金融，包含那些电通产业、科技产业，3500家。那属于制造业的只有那几家。所以当你看股市都往上冲的时候，那是台积电带起来的嘛。台积电我们本来的股市的金融深化就没有真正到实质的产业，那剩下那么多万家，当你碰到关税的时候，一个叠加，然后叠加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其实是态度问题，跟川普谈判谁能谈赢？但是谈赢的时候，你作为，而且那些11万家就是中小企业，大多数位于中南部，那他们都受到影响。而这个时候呢，如果整个局势还是没有那种混淆的时候，还有党内互打免费，对不对？一个性平，那当然今天赖清德讲说两方都不要吵架，不会有实质问题。你这整个状况就会变成是，其实就是这4个字：信任赤字。选举的时候都讲说要信赖台湾。但是这一篇文章呢，是日本东京大学一个研究员叫做林权忠写的。他为什么写这个事情？他还不是讲台湾内部，他是讲的是726之后，民进党就日本有5大主流媒体，读卖和产经一向是比较支持民进党、挺民进党的。8月1号、8月4号大罢免的失败，他们2个都用社论和重量级评论。开始是说赖清德不如蔡英文稳健，从大罢免的过程中，赖清德的沟通方式、整合力量都会变成有严厉的批评。所以这个学者才会看到说，以产经和读卖这2个这么挺民进党、挺赖清德的媒体，所以他讲的是，当赖清德失去舆论支持的时候，信任已经透支了。这2个这么挺民进党、挺赖清德的媒体，所以他讲的是，当赖清德失去舆论支持的时候，信任已经透支了。那现在回到台湾，我刚讲那3中，3中里面都是民进党的本，那到了726到现在3个礼拜、4个礼拜了，
有对他们做处理吗？然后有怎么样吗？然后这整个关税的事情，你就天天还在那边讲说股市已经上破纪录，台积电破纪录，那个东西回到你不要讲那几家，那本身自己底很厚的，就我们先前讲过嘛，300万人的就业，传产，这300万人都没有，他们都不是上市上柜，所以如果民进党还是天天的只要去这边说啊，这个股市很繁荣或什么的。所以你看到股市创新高，因为台积电强嘛，那但是股市创新高，赖清德的不满能力，卓荣泰的不满路都创新高，关键就是站出来，指定方向，不然大家不再讲信赖台湾的时候，其实那就是民进党最大的危机。那当然，如果民进党真碰到这个危机，也许蓝白就会分裂。不过当然说在过程当中，尤其现在对于很多。行政院的一些阁员来讲的话，做事大概会比说话来的重要。那当然做事，可是说话也要让所有的民众知道，政府在朝向一些包括民众的福祉啦，所有这些同时并进。那怕的就是话说出来以后，蓝绿都有意见。让你听一下，因为经济部长郭志辉最近讲到包括核三的一些补助款的一些事情，先让你听一下来。我本来就是做社会科学研究的这个老师嘛，我们在社会科学研究里面呢，必须要探讨这些变数关系了，至于您刚才在所说的，县长的反应，县长可能也不知道我在问什么。部长也不愿失言，没有要道歉吗？你认为这个是失言吗？你认为我在讲说，我们在做社会调查的时候，问卷调查的时候，把因变数拿出来？然后再做一次调查，这个会叫失言。先不用告诉我原因，我很简单问一下，元之你觉得是不是失言？是啊，将军失言，任俊乱搞啊，明凤不叫失言叫什么？创夏出师表，不知所云。最后再。我希望部长讲更好。OK， 让发言人能够讲到这样已经很多了。所以这个过程好，先把前言讲了吧，因为这他今天在回应，因为国民党立委苏清莲就直接讲说，那个你说核三啊那些所有这些，然后调查了相关的4个乡镇，然后4个乡镇的民众呢，他去做了一些民调，说75%的人都觉得说就要让延议啊，然后我们郭志辉部长就说了说。那你如果要把那个所谓的补助款，如果拿掉的话，你看他们会不会答应？他今天又被问到，他又讲说我是做社会科学研究的啊，那个是变数的控制，任俊，那是变数控制啊，你干嘛说他乱搞？不是这个时间点不用谈什么变数或不变数了，因为他其实老实讲啊，郭志辉的这个说法，我为什么觉得他乱搞的原因是这样啊？郭志辉自己本身对于核能议题的这件事情，他是有他自己原始的看法。我刚刚为什么强调说你那个当时在5月13号修那个核管法嘛？郭志辉在刚当经济部长的时候，他那时候被问到核能议题的时候，他就讲了一句说，只要相关的法规，你有法源的话，你基本上可以讨论。后来被民进党一堆人把他给骂翻，他后来才改口嘛。那你今天跟人家在那边打吹过？说什么？我是跟你在说你在干嘛？你在写论文哦。现在这是一个实务上面的问题。其实老实讲，它有一点就变成是你要跟不要而已。不是因为连那个屏东县长周春米，然后问到这个的时候，他就周春米讲的非常直接，他说：“部长你错了，不是你怎么能把我的县民，我的所有的民众感觉上是因为那个钱，因为有钱所以就支持嘛？对，你为什么要这样讲呢？所以蓝营绿营就我跟你讲，包括屏东县长，包括大家全部都骂翻了。不是啊，那你当时在讲说拥有法源的时候，你怎么不讲你在做社会科学？那为什么人家骂你完了之后，你立刻就改口？到最后你的态度现在变成今天这样嘛？行政院英明，因为现在不是5个在谈吗？当时行政院决定。经济部不要派代表上去，行政院英明去，就算有要经济部出席，也是次长出席，都不是他。台电董事长连他都不能，行政院英明。不是这整件事情这个过程，原来这是苏清泉国民党委员在问他在过程的这一段嘛，所以对国民党来说会觉得不可思议这一段。其实也没有太不可思议，因为郭志辉一直都是这样，他到最后讲成说，哎呀，我只是要做一个社会研究啦，什么的。
鬼扯！他一开始的时候回学校去做研究，不要在经济部长做研究。他一开始的时候，那个讲话那种方式就是说，把敦亲不宁费拿掉，看他们会不会支持，就是打定就是他们是因为钱的关系才支持嘛，他就是打定的嘛。后来是因为连周春米都跳出来，他在那边凹啊，但是他也不承认自己有错啊，他就说，我只要做研究，他绝对不是这样。他那个时候在讲那个什么菲律宾要种电的时候，也是讲的斩钉截铁啊。后来大家觉得，你要去菲律宾种电，他运回来多少钱，可行吗？叫他做一个评估，他说没有啦，这只是一个议题，只是一个想法。他每次都这样啊。他完全都不会觉得自己有问题，然后态度也非常高傲。他跑到那个立法院，因为昨天这个卓荣泰来专案报告嘛，接受立委的咨询。郭智慧在干嘛？理论上来讲他应该因为有灾后重建什么经济议题，他应该随时要上场的。他干嘛？他睡觉啊！各位看一下，到立法院打瞌睡，你是有多忙啊？你有多累啊？因为你们很无聊啊，因为立法院多无聊啊！你看，就是有李凤姐老是监督在野党，才会养出这种官员呐。官员到立法院睡觉，你看多夸张。然后行政院这旁边顺便带一下，你看行政院今天早上连升旗都升反，我也不知道说什么。20分钟之后才发现还紧急弄下来。所以你要倒戈啊，人家都国旗都倒了，你不倒戈？然后除了这个之外，我觉得郭智慧的问题真的非常大。但是郭智慧我觉得也换不了他啦，因为他是赖清德总统读书会的成员，就是赖总统一定觉得他口才偏激、思路敏捷，然后能言善道，然后才让他掌握经济舵手啦，所以。他位置很稳呢，才会这么高傲啦，东呛西呛都不认为自己有错。我觉得除了这个，因为还有什么？我跟你讲，行政院问题一箩筐啦，也不是只有他啦。昨天那个我们的政务委员啊，政务委员林明昕去南韩拜访，还放人家鸟，放一个南韩的真相和解委员会的委员长的鸟，被人家po社群，然后就说台湾实在太鲁莽啊，无理傲慢。我觉得林明昕第一时间你被人家南韩，你已经丢台湾脸了，赶快危机处理，赶快道歉就算，还在硬凹他第一时间讲法是说，因为他要准备 APEC 什么什么宣言呐，所以他必须要掌握情况，所以才取消。今天还有最新的说法说没有啦，其实是因为那个委员长是尹锡悦任命的，如果跟他见面，可能会认为说是这个挺什么戒严，然后还扯到就说他取消是因为蓝白3预算。讲法这样变来变去，你到底是什么原因？来，吴峥，从刚才讲的郭智慧部长这个回应，然后创下刚前面提到，就是其实你说不管从股市，有很多的地方你们是可以拿出来跟民众大家在讲啦，说的这些，但是真的是出现刚讲说包括什么叫信任赤字啊，类似这些，所以对，刚讲说那个是一个气势的问题，现在做什么感觉上都会碰到像这样一些批评吗？大家提了很多意见，我一个一个来讲了。就是我觉得现在确实啊，沟通要更强化了。那包含元之刚刚提到林明昕政委这个事情，那其实也不是也不完全是说我们放鸟，但是确实是有失礼之处啦。就是说我们前一天通知这一个本来有一个拜会的行程，那因为包含林明昕政委他要参加 APEC 的一些活动，所以就是临时通知对方，那这个没有办法去了。那对方呢，当然就表达了在社群媒体上表达了不悦嘛，甚至讲的话很重啦，说是是当年这个韩国跟台湾断交的时候，台湾是不是就这种心情？那这个坦白说措辞蛮强烈，但是其实这个我们也要帮行政院来说明了，就是说其实包含我看国民党的之前出来选主席张亚中教授，因为他以前教国际关系的，就是所以其实也都有一些人有提到说，有时候在外交场合上，这种你说突然有个重大行程插进来，打乱原本规划，其实这个有时候难免发生。那本来我们跟对方的这个转型正研究单位后续的一些研究的拜会了，其实也还是会继续进行。那主要就这一次拜会，确实是生变了。那我觉得这个部分当然是可以来做的更圆融啦，所以我讲这个政院会继续来加强啊，不过这中间不是恶意要去放鸟别人。那讲回来郭部长这个，我觉得我也同意刚刚创夏哥讲啊，就是说如果今天英明吗？不，是。那如果就是说，如果今天你公众对你有一个印象已经定型，然后你的讲话一言一行容易被放大检视的话，其实你当然是要更谨慎。所以我刚刚前面为什么说我希望部长可以讲更好？那其实我觉得部长他本身啊，他要去讲，因为他主要是在回应说，核三附近的这个居民都看起来很支持啊。那我觉得你如果要很客观的去讲说，可是这里面有一个因素，因为当地有补助金有回馈款所以会影响他们的，可能是一个综合考量的因子之一。我觉得你这样讲 OK 嘛？这是很平时的讲法。那问题是说，就是
郭部长讲说，不然你拿掉补助款看看，那就不太精准。因为我今天特别跟屏东我们的议员联络，想说，为什么现在地方很多人那么生气？那他们就讲有两个部分。第一个事情是说，因为有时候我们知道资讯的传达出去，它可能会变形，可能会变样。那当郭部长讲出说，拿掉补助费试试看的时候，这个讯息可能到地方就有些人，像他们今天已经开始接到电话，就说，那现在是什么回馈金要拿掉，是不是？那大家当然会觉得不爽嘛，就说，你核废料你核电厂没有拿走啊，你现在就是要经济部长讲这是要来砍我们补助款，是不是？那这样是欺负我们啊，所以大家会有这个情绪。然后第二个事情就是，它确实观感上了，因为你说这个补助款会不会有影响大家的判断？可能有啊，但是你说里面到底多少人有科学证据吗？可能现在也还看不出来。那但是部长这样一个比较武断的方式讲说拿掉试试看，哇，就讲的好像地方上大家全部人都是为了因为金钱的因素，所以影响他们表态意愿。我觉得那这个地方上也会有被冒犯到的感觉了。所以讲回来沟通真的是需要大家一起加强。OK， 明凤，以你自己看，包括从立法院、行政所有这些看了这么久。你觉得现在如果叫你提出建言，像刚刚讲说问吴峥他们，你们要怎么清战场？因为未来这2场2026、2028可能面对到的都是蓝白合大军，那他们在现有状况之下，你会建议他们怎么样清战场？包括内阁之间，包括我们媒体上也有报道，我们可能也要成立运动部啦，很多这些就是他可能各个面向跟年轻人接触，跟所有这些都在弄。但是为什么整体上面现在看起来民调会是这样？我觉得你清战场当然就要换人，要整队嘛。我们当时都已经讲过了啊。然后，可是问题是你现在看到我们的运动部长，运动部对，曾经的人选叫做郭幸存。那我郭幸存是一个这个举重的好手，没有话讲。但他适不适合做体育部的部长？如果我们的改组之后人选是这样想的方式的话，那不要改好了。我觉得不要改可能比改还好。所以说，我觉得就是说，你总之我觉得就说今天赖总统的困境在于，就是说国内当然支持绿的人还是希望对他有一些期待性那蓝的人当然就一致的批评他。可是现在重要就是说，譬如说他跟美国的关系好不好，那个是就说也许川普的个性有些问题，可是他本人跟日本的关系就很好。但是连日本的媒体都这样子批评他的时候，他自己要不要想一下他做事情的方式？譬如说好，王一川跟王世坚这件事情好了，这种事情可以在党部吵，可以在外面吵了一两个礼拜之后，他在里面讲说好了，大家沟通面对面。可是我说实在的，我就说这件事情。就王一川他是一个什么样个性的人？你应该有更好的用处去用他，包括他的专业也好或什么，你都可以去用他。但是他如果一方面要做这个执行长，一方面又以这个所谓的这个某种方式来表现他的政治主张的时候，我觉得这难免会有冲突。但是他如果一方面要做这个执行长，一方面又以这个所谓的这个某种方式来表现他的政治主张的时候，我觉得这难免会有冲突。因为一个政党的政策会执行长一定是非常比较沉稳的人啊。那我觉得如果一川兄有非常多的优点，然后这除了就是然后这个号召能力也很高。可是问题是，如果你把他安上执行长之后，他就必须要中规中矩才像一个政策会的执行长。那你在用人上面是不是有点需要调整，让他有更大的发挥，也不至于发生他跟李彥荣吵架，然后绿营的人就分两边啊，这个就开始说你这样厌男吗？你厌女吗？这是很无聊的话题耶。所以说，然后再来就是说你那个东西，如果你我觉得好，就像郭志辉，他已经多少次被大家认为不适任到一个程度了，然后大家搬出来的话就说他是读书会的，然后他是就像我们的那个郑英耀部长一样，你这个问我4大事情啊，我是总统找来的人啊，所以说我觉得就是说，如果说你还是没有办法突破你这个瓶颈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有一个学者在美国，他分析过我们每个总统的所谓的个性，包括李登辉，包括马英九跟
他最近又分析了赖清德，他说如果一个总统他有洁癖的时候，他的用人的范围呢就会非常的窄，因为他有某一种政治洁癖，他喜欢的人就会只有那一种人。可是，在外面人看起来，这个人是不是适任这个部长？或是不是那个工作是有不同评价的 ？OK， 所以我觉得总统个人没有什么问题，包括他的操守什么东西都 OK 的。但是就说在这个外面的意见上面，他应该多去参考跟他不同意见的人。某一个人已经9月要重开一个论坛了，好，那个派系影响非常非常，就是前总统的派系。他要重开一个论坛了，那个论坛上面就写很多的政策。那你相信会不会造成一个情况？我把这个论坛的政策拿出来跟你现在的政策做一个对比。那之前的总统这个声望算，所以现在在讨论说这个什么，很多人在网络上面小英总统会不会再选一次？我觉得这东西当年赖总统做了蔡总统的鲶鱼，所以我觉得现在的赖总统应该找一只鲶鱼来让自己可以进步、可以改变。那我们在关心国内所有的政治的发展，因为跟你我息息相关。那但是在所有的全球的眼光角度来看的话，地缘政治现在有一些的发展，是甚或是不是已经紧张到超乎你的想象？譬如在南海这个地区。我不知道你在网络上有没有看到，包括老共那个地方，他们的海警船跟他们的军舰，跟菲律宾的应该算海警船吧之间，甚或是直接，本来你很难想象在海上那个距离不像你我开车，你知道吗？我要转就转，我要停就停，但是真的发生了相撞，而那个撞是老共的2艘船撞到了，为什么会发生这样？先让你看一下相关的画面，来，发生了什么事？基本上呢，就是说，这个菲律宾呢，他们不是黄岩岛吗？对。那菲律宾有时候要去补给，但是中国一直宣称黄岩岛是他们的。然后还有一个是马德雷3号嘛。然后这个时候，菲律宾跟那个整个他们的冲突已经很多了。然后这个时候呢，每次菲律宾要去补给的时候，结果呢，中国就会我用我的军舰，我用了我的海警船，最多的时候是曾经30几艘。然后菲律宾这边钻来钻去都很痛苦嘛。但是这一次呢，给大家看到了一个意外。因为呢，就是菲律宾的海警呢，快速的，其实有看到，刚刚你会很惊吓，怎么这样子一路在追的时候，菲律宾的船非常灵活，灵活的钻来钻去之后，那中国的军舰就一过去他们其实也撞过好几次，也登船过，也没收过手枪，但是因为海上真的尤其近的时候，对啊，就一下去那个海警船，那在我们后面看到大家在讨论，因为中国没有做更多的说明，但是大家为什么会讨论，就是那艘海警船一撞下去，确实整个船头风浪那么大都毁了。当时在先前的时候看到上面站3个人，或4个人，那人呢？不知道，所以大家就看那个喷出来的水，有人就说，什么颜色好像有点粉红，有些什么，但是中国没有做更多的说明，是不是有出更大的状况？风浪那么大都毁了。当时在先前的时候看到上面站3个人，或4个人，那人呢？不知道，所以大家就看那个喷出来的水，有人就说，什么颜色好像有点粉红，有些什么，但是中国没有做更多的说明，是不是有出更大的状况？但是后面更特殊的是什么？这件事情跟美国老大哥、日本二哥可能有关。为什么？因为呢，菲律宾他们过去几年每一次在中国的军舰和海警船都吃亏。6月20号左右，一个小小的新闻，美国的海警跟日本的海外防卫队把菲律宾的海警找到鹿儿岛那边，给他们做一些训练。然后特别是日本出来告诉他们，从2010年一直到现在，在钓鱼台海域，中国的军舰和海警船会有什么性能，会有什么动作。然后日本刚刚呢，我们不知道那艘船是不是，但是日本呢也给了菲律宾一些比较好的船，让他们能够去运补。然后你会看到那个整个意外的是什么？所以他们真的是非常的灵活，而且更特殊的是，这个画面这么清楚，代表着上面听说还有菲律宾的记者，所以他们是不是已经学到了我怎么在突围？但是中国没想到，所以这么大的船
在面对这个状况的时候，反应不及，不是故意让他们钻船，而是菲律宾会钻，而且会拍摄，然后拍摄之后，然后立刻上网，对国际上对菲律宾，他们就像乌克兰，那个时候也立刻上网，对国际上做个宣传，所以你会看到后面呢，马上回去之后，他们的海军司令统统给他们授勋，代表你们学得好，你们学得好，日本老大哥。美国老大哥和日本二哥把他们钓鱼台的经验，面对中国海警船这样一个海上的联合警巡，大概已经找到了一个应对的方法。OK， 来，将军最后1分钟，所以我们讲说，其实每一次大家讲火药库，当然你说台海是一个，朝鲜半岛是一个，南海永远是大家而且它是超复杂的一个火药库，从这个之间的一个已经是就是对撞嘛。像这样的一些，就知道这个地方未来看起来它还是一样会是火药库之首。只会增加紧张，不会降低紧张。我要告诉大家，为什么回去这些菲律宾的海警马上受勋？那个叫做九死一生啊！你大家认为说他从这个7500吨的桂林号舰首这样钻过去，他没有被撞的可能吗？他差一点点被撞，差那么一点点被撞，他不是被撞沉，就是让后面追他的那一艘1300吨的船。跟这个7500吨对撞，因为大家知道7500吨的那个海警船，它的直线加速一定超过菲律宾的小艇。那个小艇呢，它必须大家可以在野外看过那个狐狸抓野兔子，那个野兔子不断的改变方向，它是走之字形的。为什么？它直线跑不过，它一定要急速转弯，因为它小。这艘这个菲律宾的小艇一模一样，它不断的在闪躲，让这个中国的1300吨的，它一直追它。追到没有办法，7500吨来挡，他认为菲律宾会会停，会减速，然后就抓到。谁知道菲律宾用了一个险招，直接穿越7500吨船的舰首，穿过去的那一刹那，其实菲律宾上面的这船，哇，好险，钻过去了，钻过去了。可是你钻过去了，后面那个1300吨的大家伙，他没有办法停住，这个不像 ABS 刹车啊，硬生生撞上去。这不只是船首的那几位解放军的海警有伤亡的可能。连船里面，这么大的撞击，锅炉的，这个所谓的观测的，里面所有的人那都受伤。所以为什么中国马上派了一艘运补舰呢？去那个地方协助，那是重大伤亡。但是呢，我要告诉大家，在黄岩岛附近，这种冲突跟紧张的情势会升高。在未来南海局势到底会是怎么样？当然，我们关心关税那是跟美中台之间，包括经济各方面都会有这样的一些的关联性。对国内来讲的话，未来政坛蓝白合会一路这样往下走。对绿营来讲的话，最近碰到这些问题，什么时候能够止跌，什么时候能够满血回归？那让国内的政坛大家看到，在未来在不管2026、2028或者什么局面，我们大家拭目以待。非常谢谢现场所有来宾，也非常谢谢观众你有收看《全民的面》，我们明天见，拜拜。